他曾3次获得英超金靴奖，并且还曾获得1次世界杯金靴奖。作为英格兰国家队和热刺历史上的头号射手，以及英超历史上排名第2的射手，他身上拥有令人惊叹的神级纪录。尽管即将迈入而立之年，但他被认为是当今球坛最顶尖的射手之一，在很多人心中都是排名前列的。奈何努力多年，个人数据无比光鲜的他，却不得不面对职业生涯迄今无冠的尴尬。大家好，我是有一点像哈里的伊利。今天我们来谈谈这名最强的无冠球员哈里凯恩。1993年，哈里凯恩出生于伦敦的沃尔瑟姆斯托。他在伦敦这个充满浓厚足球氛围的城市中，很早就展现出了对足球的热爱。他从小就在里奇维流浪者接受训练，并随后加入了贝克汉姆青训营。当凯恩仅8岁时，他加入了阿森纳的青训营。然而遗憾的是，他只踢了1个赛季后被解约了。解约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凯恩的身材太臃肿，而且个子矮小，这也导致很多人认为哈里凯恩根本不适合踢球。人们普遍认为他的速度太慢，甚至在比赛中都很难碰到球，更别提进球了。凯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受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心酸。那个时候，由于我身体的发育较晚，我相比同龄人要矮很多。但幸运的是，后来我开始迅速长高，甚至超过了同龄人。从那时起，我才开始迈向现在的一切。在被阿森纳放弃后，凯恩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他回到了里奇维流浪者，并一次又一次面临挫折。然而，他的运气在沃特福德的球探身上转了个弯，获得了1次试训机会。就在一场对阵热刺青年队的比赛中，他成功地引起了热刺青训营的注意。结果，凯恩就这样成为了阿森纳的北伦敦死敌中的一员。自从2004年起，凯恩开始了他在托特纳姆热刺青训营的旅程。在2008到2009赛季，他代表热刺入18出场22次，攻入18粒进球。随后，他开始有机会参加一线队的训练。2009年10月27日，年仅16岁的凯恩首次进入了热刺对阵埃弗顿的英格兰联赛杯比赛的比赛大名单。当时还属于托特纳姆热刺2队的凯恩，穿着一线队37号的球衣，在替补席上苦苦等待属于他的机会，但最终他没有出场。热刺当时的主帅雷德克纳普并没有给予他太多机会，这使得他的职业球员起步阶段依旧荆棘密布。2010到11赛季中途，凯恩被租借到英格兰足球甲级联赛的球队莱顿东方。2011年1月15日，17岁的凯恩首次为莱顿东方上场。在这次只有17分钟的短暂亮相中，凯恩用不懈的跑动感染着现场的2371名球迷，直到中场哨声响起。随后在对阵谢菲尔德星期3的比赛中打进了他在成年队的第1个进球。最终，凯恩在半个赛季里代表莱顿东方出场18次，打进5球。凯恩租借到期后回到了热刺。这半个赛季，他既上演过替补登场梅开2度的惊鸿一瞥，也有过因为激烈的拼抢而被罚出场，展现出了他年轻血气方刚的一面。2011年8月25日，凯恩终于获得在热刺的首发机会。在比赛中，凯恩为球队赢得1个点球，但随后他亲自主罚点球却被扑出。之后，凯恩在热刺获得了一些征战欧联杯的机会，可是，在2012年初，凯恩再次被热刺出租。这一次，他去了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的米尔沃尔俱乐部。凯恩在联赛中为米尔沃尔出场22次，攻入7粒进球，并且被评为2011到12赛季米尔沃尔的最佳年轻球员。2012年夏天，凯恩再次回到了热刺，可他只为热刺替补出战了一场英超比赛，就被俱乐部再次租借到英超的球队诺维奇城。很不幸的，在诺维奇城，凯恩遭遇了指骨骨折的重伤，最终提前结束租借，返回热刺。回到热刺的20天后，在2013年2月，热刺再次把凯恩租借到英冠球队莱斯特城。有些失望的是，当时的球队主帅皮尔斯更喜欢使用瓦尔迪、纽金特和伍德，凯恩只是球队锋线的第4人选。3个月的时间里，凯恩仅仅获得了5次先发的机会。莱斯特城在那个赛季打进英冠联赛附加赛，但他们在半决赛中输给了沃特福德，未能冲入英超。凯恩在莱斯特城时无法得到足够的比赛机会，只攻入2粒进球，结束了自己短暂的蓝湖岁月。凯恩在年仅19岁时结束了他职业生涯的第4次租借，并回到热刺。他的态度从未受到任何人的质疑，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一名勤奋和聪明的球员，总是全情投入地在训练场上努力。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这位年轻的前锋还没有能力在一线队中获得主力位置，
只能在零星的欧联杯和联赛杯比赛中上场。确实，在凯恩的足球生涯早期，并没有太多引人注目的表现。然而，局面很快就对他有了转机。他的职业生涯在他从莱斯特回到白鹿巷后，开始迎来了腾飞的阶段。在2013到14前半个赛季里，凯恩更多时候只能作为替补在场边苦苦等待属于他的机会，因为当时球队的主力前锋是索尔达多和阿德巴约。2013年12月，热刺的主帅博阿斯被解雇，随后 U23青年队教练蒂姆舍伍德被提拔为临时主教练，与莱斯费迪南德和拉姆塞一同加入了一线队的教练组。自那一天起，凯恩逐渐获得了更多的上场机会。2014年4月7日，凯恩在英超比赛中对阵桑德兰的比赛中打入了他在英超的首个进球。随后，在与西布朗和富勒姆的比赛中，他再次攻入进球。连续3场比赛的进球让他开始崭露头角。拉姆塞说：“必须得像舍伍德和费迪南德那样有勇气，才能将凯恩的出场顺位排在索尔达多前面。毕竟索尔达多是西班牙国家队球员。”在迪福离开托特纳姆热刺之后，凯恩穿上了迪福留下的18号球衣。当时迪福告诉他，这是一个可以带来进球的幸运号码。在2014到2015赛季，随着阿根廷主帅波切蒂诺的上任，凯恩开始获得更多的机会，并逐渐巩固了自己在热刺队主力中锋的地位。他为了回报波切蒂诺的信任，竭尽全力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整个赛季中，他在各项赛事中攻入了30个进球，其中在英超联赛中打进了21球，追平了热刺球员在单个英超赛季的进球纪录，并荣获英超年度最佳年轻球员奖。就像蝴蝶经历着蜕变和成长，凯恩也经历了一段自我完善和提高的过程。这个赛季对于凯恩来说，就像蝴蝶终于从蛹中破壳而出一样。2015年1月1日，凯恩在对联赛领头羊切尔西的比赛中表现亮眼，助球队以5-3击败对手。他用自己的标志性射门让整个联赛惊叹的一天。先是在25码外躲避抢劫后的一脚射门直窜底角，然后在禁区外转身抹过后卫，再次将球送进底角。那是2015年的第一天，也是凯恩真正被列入英超顶级中锋的一天。在波切蒂诺的指导下，凯恩迅速变得更加强壮和迅捷，同时在无球跑动方面也有了更高的造诣，给对手的后防线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凭借波切蒂诺对他的信任，凯恩开始进入他传奇般的巅峰时期。波切蒂诺在热刺建立了一套高强度的训练体系，他要求球队在比赛中展现出高水平的奔跑和压迫，以给对手施加巨大压力。为了满足这一要求，热刺全队每周都会进行1天2次的训练。然而，凯恩希望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水平，因此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他每周还会安排额外的1天2次的前锋专项训练。凯恩对学习和进步充满了强烈的渴望，这很快被教练察觉到。此外，凯恩还投入了大量时间来研究射门技巧。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他深知打向球门顶角的射门看起来更加惊艳，但实际上将球射向底角是最高效的得分方式。这种射门对守门员而言是最难扑救的类型之一，因此多年来，凯恩一直在不断完善自己在这方面的技巧，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射门准确性和得分能力，这也是他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凯恩还积极担任视频分析师的角色，每次进行前锋专项训练之前，他会观看热刺过去几场比赛中的进攻片段，并进行分析，辨别哪些是有效的策略，哪些是无效的。他会关注冲击进门柱的时机、进入禁区的时机，以及何时从禁区回撤来吸引对手后卫的注意力。此外，凯恩还会研究其他球队前锋的进攻片段，试图学习他们的技术动作和战术配合。他还会仔细观察对手的门将，以了解他们倾向于出击还是留在门内。总之，凯恩致力于钻研一切能够给他在球场上取得优势的事物，并付诸实践。所以，是什么推动着凯恩如此努力呢？答案在于他职业早期的租借生涯。这段经历让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自己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在顶级联赛中站稳脚跟，这成为他前进的动力，也是后来让他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2015到16赛季，凯恩在联赛出场38次，打进25球，首次成为英超最佳射手，同时也是21世纪以来首位获得英超金靴的英格兰本土球员。2016到17赛季，凯恩以29个进球再度荣获英格兰超级联赛金靴奖，
这让他成为英超联赛历史上第4位能够连续3个赛季收获20粒进球的球员。2017到18赛季，凯恩在英超出场37次，打进30球，同时连续第4季英超进球超过20球。随后的4个赛季，凯恩依旧保持了自己令人印象深刻的进球效率，还在英超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各种尘封多年的进球纪录，而且愈战愈勇。随着时间的推移，凯恩悄然间已经跻身于当今最顶级的射手之一。遗憾的是，他在托特纳姆热刺效力10多年之后，依旧在等待拿到自己的第1座冠军奖杯。凯恩曾接受访问时说：“我没有赢得任何奖杯，但我在托特纳姆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很多成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满足于现状。他对于冠军奖杯的追求使他有意离开北伦敦的球队。当时，曼联的索尔斯克亚和曼城的瓜迪奥拉对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然而，忠诚的凯恩最终决定留下来。在刚刚结束的2022到23赛季中，29岁的凯恩在英超的38场比赛中全部首发，并且只缺席了12分钟，总共上场3420分钟，并打进了30个联赛进球，成为了热刺队史上最多进球的球员。此外，他个人的英超总进球也超越了鲁尼的208球，达到了213球，成为英超历史上第2射手，仅次于阿兰·希勒的260球。然而，这些成就也无法掩盖热刺在赛季中未能夺得任何冠军的事实。再过几十天，凯恩将迎来30岁的生日，进入而立之年。然而，对于凯恩而言，至今仍未能在荣誉室中留下任何奖杯，连足总杯、联赛杯这样的国内杯赛奖杯都没有一座。他只夺得过2019年奥迪杯这类夏季热身赛冠军。尽管他的个人数据一直非常出色，但如果他希望在足球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么没有冠军荣誉的加持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早在波切蒂诺被解雇后，凯恩就有离开热刺的意愿。然而，热刺后来请来了穆里尼奥，这让凯恩愿意再给热刺1个赛季来争夺冠军。不幸的是，热刺并未赢得冠军，而穆里尼奥也被解雇了。凯恩与热刺的合同将于2024年夏天到期。如果他选择与热刺续签一份新合同，那他将会收到热刺主席列维为他准备的一座雕像，他将矗立在托特纳姆热刺球场的前方，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如果凯恩选择离开热刺，或许这将成为他在职业生涯晚期追逐奖杯的最佳机会。目前的问题在于，列维不希望将凯恩卖给英超的竞争对手，而凯恩本人对加盟国外豪门也没有兴趣。在英超的豪门球队中，曼联似乎是凯恩最有可能加盟的下家。凯恩与曼联之间的传闻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今年4月热刺主场与曼联2-2战平后，曼联球迷高唱着“哈里·凯恩，我们6月见”。如果列维坚持不在本赛季将凯恩出售，那么他有可能选择留在热刺，并在明年以自由身加盟他向往的球队。然而，不论他以何种方式加盟哪支球队，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现代足球领域中，即将年届而立的凯恩追逐奖杯的难度日益增加，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其实，凯恩的内心一直在2种选择之间反复撕扯，一方面是对热刺的忠诚，另一方面是对奖杯的渴望。然而，漫长而毫无盼头的无冠噩梦肯定不在凯恩的计划之中。毕竟，从2004年青训营开始，一直到现在，凯恩在热刺队的时间已经超过18年。试问，足球运动员有几个18年？即便凯恩抽身离开热刺，也无可厚非。只是，列维为凯恩标价1亿英镑。真的有球队愿意为一位即将满30岁、名下将是自由身的超级射手付出1亿英镑，值得吗？请留言分享您认为是否值得花费1亿英镑签下凯恩，或者是否应该等待他的免费签约。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影片。如果您喜欢我们的作品，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点赞并分享我们的影片。您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期待下次再与您见面。